在汽车行业，你会看到很多分类：运动型轿车、家庭 SUV、商务车、赛车、买菜车，甚至还有年轻人的第一辆车。但在手机行业，即便是卷到毫无人性可言的国内市场，这些细分做法早就已经不再是主流。无论是商务手机还是游戏手机，它们几乎都不再是这个市场上的主流分类，取而代之的是来自用户最真诚的声音：我全都要。用户的需求永远是在一台手机上，要实现他们对于游戏机的需求，对于拍照的需求，对于续航的需求，对于手感的需求，以及对于价格的需求。有任何一方面的偏科，都会让用户发出就这的评价。所以你会看到手机厂商会给手机塞进一块大电池，一块算力大到可以跑大模型的处理器，一块亮到晃眼的屏幕，然后把它的重量压缩到250克以内。那如果遮住 logo， 你会发现市面上几乎所有的手机都是一个样子的。而在这个时刻，荣耀该如何说服你购买一台 Magic 6 Pro 呢？今天距离荣耀 Magic 6系列开售已经过去了3个月的时间，我们找了200位荣耀 Magic 6 Pro 的用户，按照 NPS 的调研方式向他们发起一项调研，希望通过这项调研能让屏幕前的你了解到底是谁在购买荣耀手机，他们最满意的地方是哪，最希望改进的地方是哪，而你是否需要一台荣耀手机。大家好，我是肉呆，欢迎收看这期视频。首先说一下我们调研过程，我们会通过在各个平台以匿名的方式私信那些分享购买了荣耀 Magic 6 Pro 的朋友。其次，我们也会通过各个线下渠道找寻那些购买这款产品的朋友。200已经是我们的极限了，样本虽然不大，但准确度还是够的，也是能绝对找出一些问题所在的。那荣耀 Magic 6 Pro 在这200位用户中的 NPS 是多少呢？1到10分，1分代表不推荐身边的家人朋友购买，10分代表一定会推荐。荣耀 Magic 6 Pro 的得分是8分，其中有2位朋友给出了4分，22位朋友给出了6分，58位朋友给出了7分，17位朋友给出了8分，10位朋友给出了9分，91位用户给出了满分10分。按照 NPS 的标定，8分以上意味着用户对产品和服务非常满意。产品或服务会让用户更有分享欲，用户忠诚度会更高，会再次选择你的产品和服务。于是我们继续调研这91位给出满分的用户啊，荣耀 Magic 6 Pro 的哪一点让他们给出了10分的高分呢？其中 38% 的用户认为这款手机的续航令他们满意，甚至超出预期， 22% 的用户认为是影像， 17% 的用户认为是销售和服务， 12% 的用户认为是外观， 8% 的用户认为是系统的稳定性，还有 2% 的用户认为 Magic OS 中的小功能令他们满意。这个和我们以往做评测得到答案或者想象中不太一样，甚至在他们满意的点中找不到关于性能这一指标，但也并不意味着荣耀 Magic 6 Pro 的性能不好，而是这91位用户的背景有许多共同点。他们中多数是坐办公室的用户，1半以上已经有了孩子，且有自己的车，每个月2到5次的出差频率，大多数上一部手机是华为或者苹果，1半左右的用户会有另外一部手机作为备用机。这些人的侧影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比较常用的名字，商务用户。他们更加关心手机是否能够稳定运行一天，对于信号系统的稳定性都有很高的要求，并且希望能随时随地的快速充电，让手机恢复状态，甚至对于手机的外观都有一定要求，性能反而并不是他们关心的点。所以如果你的工作生活习惯与他们相近，那么荣耀 Magic 6 Pro 也大概率会让你满意。比较令我们意外的是，很多用户对于荣耀 Magic 6 Pro 的影像满意度很高，甚至要高于 OPPO Find S7 Ultra。我们在这91位用户以及给出8分的17位用户中，找到了7位购买过或者拥有 OPPO Find S7 Ultra 的用户，调研他们为何对于 Magic 6 Pro 的影像满意。他们给出的答案是，荣耀 Magic 6 Pro 的颜色会更鲜艳，尤其是在拍摄花花草草、食物的时候会更有分享欲。荣耀 Magic 6 Pro 可以拍得更远，荣耀 Magic 6 Pro 可以拍得更清晰。
这也与我们评测思维完全不同。按照硬件参数来说 ，OPPO Find X7 Ultra 其实也能做到同样令他们满意的效果。荣耀 Magic 6 Pro 能给他们留下更鲜艳、拍得更远、更清晰的印象，大概率是因为荣耀的影像策略与 OPPO 不同。同样的照片，荣耀的饱和度会更高。如果你经常出去旅游，或者喜欢拍一些花花草草，配上打工人加油的照片分享到朋友圈，那么荣耀会给你足够的情绪价值。同时，荣耀还有一个鹰眼抓拍，对于经常拍孩子的人来说，也是一种更清晰的福利。更加令人感到惊讶的是，荣耀还在鹰眼模式下加入了人像效果，能够实现在1000分之1秒的快门速度下，依旧能让活蹦乱跳的孩子在你的屏幕上活灵活现。而拍得更远，大概率是因为荣耀 Magic 6 Pro 的 2.5 倍是等效68毫米，相当于 OPPO 的3倍。那这种标定一定程度上会让用户有一种这么近还能拍这么远的感觉。那如果按照我们媒体的话术，那一定是 OPPO 的计算痕迹小，荣耀则有更多的计算痕迹，同时在多焦段下表现好，是因为硬件层面长焦底子好，同时还是1.8亿像素。但用户不管这么多，用户就是夸夸3个词打在你脸上：鲜艳、拍得远、拍得清楚。同样认可这个分数的是给出7分的58位用户。在这58位用户中，多数为女性用户，并且大多数都是妈妈。他们对于影像满意的点不光是鹰眼模式，还有2个我们不太常用的拍照功能：手势拍照和笑脸抓拍。手势拍照是在和宝宝拍照时，手掌朝向手机就可以拍下照片。那笑脸抓拍则是检测到有笑容就会按下快门。这对于要一手搂着孩子，一手还要拿着手机的妈妈们来说，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点。那同时，荣耀 Magic 6 Pro 还有2个功能让妈妈给出了超高的分数：智慧时码以及隔空手势中的隔空滑动屏幕。他们给出的原因是，当手里拎着东西或者抱着孩子的时候，可以直接面部解锁后，将屏幕对准二维码，感知到震动之后，支付就完成了。你还可以在设置里选择使用支付宝还是微信。隔空手势则不光获得了妈妈们的认可，对于很多爱做饭、爱看抖音的年轻人来说，也是一个高分项。并且这部分用户有着相当一部分是买不到 Mate 60 Pro， 转而购买荣耀 Magic 6 Pro 的，用完发现荣耀的长期使用体验也很好。而因为同样的原因，转投荣耀的用户也有接近40%的用户是因为荣耀 Magic 6 Pro 也支持卫星通话。虽然在我们的调研中，这些功能的打开率和使用率都不高，但并不影响用户的购买决策。毕竟像这种保命的功能，用到一次就真的是值了。这个现象在我们这200位用户中不在少数，因为某一个点购买了荣耀 Magic 6 Pro， 拿到手之后被其他功能吸引，成为了荣耀的忠实用户，给出了绝对高分的 NPS。在200位用户中，有73位用户向身边的人推荐购买荣耀 Magic 6 Pro， 他们大多推荐的对象都是以同龄人为主，其中有不到40%的用户是向长辈推荐。73位用户成功推荐了40台荣耀 Magic 6 Pro。而吸引这40位用户购买的主要因素是续航。这40位用户的年龄分布主要在30到45岁之间，年龄层次不算低。他们日常使用手机的时间为10小时左右，其中大约6小时是在 WiFi 环境下使用，4个小时是在蜂窝数据环境下使用。而他们充电的间隔往往要大于10小时，也就是说，用户在日常使用中完全可以做到2天一充。而更长的蜂窝数据需求对于续航的影响也很大。在40位用户中，有30位对于荣耀 Magic 6 Pro 的续航表示满意，28位用户对于信号表示满意，并且其中有1位用户表示自己家小区信号站被拆了，家里也只有他的荣耀 Magic 6 Pro， 打电话不会有断断续续的情况出现。这要依赖于荣耀 Magic 6 Pro 的大电池，5600毫安时的超大电池在旗舰机型中算是非常暴力的那一档了。但因为是大电池的缘故，荣耀 Magic 6 Pro 因为用了80瓦的有线快充的原因，充电速度从华为以及小米换机过来的用户得分中并没有取得比较高的成绩。不过如果把我也算进去的话，我会给荣耀充电这一项给一个10分。因为荣耀 Magic 6 Pro 搭载的60瓦无线快充技术，能放在我55.98万原价加2万购置税加8000块钱保险拿下的拥有从0到80%只要15分钟就能充好的5C 超充 Mega 上，每一个无线充电面板上都能实现50瓦无线快充。
其中还有2位60岁以上的高龄用户，他们对于荣耀的外放音质相当满意。我们将这一结果做出问题发给其他200位用户，其中有130位用户并不清楚这些优势，并在尝试将音量放大后，130位中有超过50%的用户表示惊讶，外放音质要好于他们的预期。这里也要鞭策一下荣耀的朋友啊，你们该加强这一方面的营销了，多投一投抖音。大部分说好于预期的用户啊，都是抖音的重度用户。说完了用户满意的，我们来看看用户分数较低的部分，分别是手机重量、配件不丰富、屏幕观感不佳、语音助手使用体验不佳、语音服务无法与华为云共享。我们先说第一项，这也是大电池所带来的副作用。那很多时候大家觉得5000毫安时能做得很轻，那不就多800毫安时吗？其实只要上了5000毫安时，每上涨1点都会带来机身厚度、尺寸、重量设计上的巨大挑战。那虽然荣耀独家的青海湖电池 2.0 已经将能量密度做到极限，但再密集也无法突破物理极限。那只能说期待荣耀能够继续在功耗上百尺竿头再进一步。当然荣耀也并不是忽略了这个问题啊，它在机身上加入了倒角处理，让它的观感上不再那么厚重，同时在机身底部并没有采用倒角或者圆形处理，而是做平，尽量将重量平摊一点是一点。那配件不丰富，主要是都5000多了，还送一个清水壳。而在200多位用户中，有一个从华为换过来的用户说，在赠送的配件中为什么不多给一些云空间？那这一点也希望荣耀的朋友能够重视一下。屏幕观感不佳，我们原本以为是可视角度的问题，可是在这一项给出低分的用户大多围绕过于亮这一点，也是我们没有想到的。最后一项也是2位给出4分用户的其中1位，那说起这件事儿就咬牙切齿，但这个真的没办法。在荣耀独立之后，华为云就不再是他们的供应商，转而开始使用自己的荣耀云。当然这是荣耀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在一些领导力培训课程中，有一项是考验一个人在面临风险时的能力，叫做应对不明朗局面。在我们遇到风险时或者不确定因素时，会感到不安，这种情绪往往就会导致我们用更多的精力去消化情绪问题，这样一来工作效率就会变低。荣耀在独立之后面对的已经是一片红海的手机市场，不光血流成河，很多厂商也已经被淘汰了。那这个时候要说服用户去购买一台荣耀手机，是一件让我自己想想都会头疼的问题。但荣耀拿到的成绩属实超出了我个人预期，这说明荣耀能够有效的处理变化，能够灵活的转变做事的方式，能够从容应对和处理各种风险和不确定性。既然独立出来，就要给用户一个更加独立的形象，但荣耀也没有急于求成，没有急着用联名的方式换取影像上的弯道超车，没有着急让自己找到一个赛道，亦或者性能，亦或者影像，而是给出一个更加全面、稳健、基本功扎实的解决方案，一点一点走到今天的 Magic 6 Pro。这也是为什么一个曾经的子品牌，在手机市场上的新朋友，能够在我们调研 NPS 中取得8分的好成绩。在视频的最后，我想引用200位用户中一位荣耀的忠实用户在调研最后你还有什么想说的中写给荣耀的话。我也曾经质疑过荣耀之后的路是否能够通顺，我也曾经质疑过为什么荣耀敢把手机卖这么贵，但当我拿到手之后，一切的质疑都烟消云散了。荣耀还是在坚持他们所坚持的。我希望荣耀能够继续加油，至少在我给朋友介绍你时，不再用很长的时间去解释荣耀的过去，而是让更多的朋友跟我说，你也用荣耀，荣耀加油。最后我们也通过这个视频向大家征集你现在所使用的设备，你是否对它满意。那在评论区点开这个链接，就可以参与初期的调研，你的反馈我们会直接交给厂商，说不定你的分享就会出现在下一次 OTA 下一代产品中。这就是本期视频所有的内容，我是欧代，下期视频见。